你重生回80年代相亲现场，对面还坐着十里八乡最俊俏的姑娘，周围人都羡慕你祖坟冒青烟，但是在你眼中，她头顶却悬浮着一行刺眼的红色系统警告：该目标已怀孕38天，急需寻找老实人接盘。只因你突然觉醒了，每日情报系统开启了上帝视角，不仅可以扫描物品，还能被动接受范围内宝物信息。此时林长安揉着太阳穴还没缓过劲，眼前空气突然扭曲，一块湛蓝色的半透明光幕凭空浮现，伴随着电流杂音，系统提示天眼情报系统绑定成功，宿主为林长安，20岁，系统等级为1级，每日随机刷新1至3条情报。今日情报已刷新，第1条内容显示，相亲对象陈春兰因生活作风问题，已怀有身孕1月有余，急需找个老实人接盘。林长安愣住了，系统金手指。更劲爆的是，第1条情报陈春兰怀孕了，找老实人接盘。还没等他消化完这个消息，门帘猛地被掀开，小妹林小月风风火火冲进来，催促他快起来，说媒婆领人进院了，娘让他赶紧换衣裳。林小月扎着麻花辫，穿着打补丁的花褂子，眼里透着焦急。林长安看着小妹，心里一软，既来之则安之，尤其是那个想让他当接盘侠的陈春兰，想坑他门都没有。堂屋里气氛热烈的过头，八仙桌上摆着好茶，父亲林德贵正一脸讨好的给媒婆张婶添水，母亲周桂花拉着一个圆润姑娘的手，笑得合不拢嘴，只夸这姑娘长得俊，一看就有福气，能不高兴吗？林长安名声臭大街了，如今有个城里回来的好姑娘主动上门，老两口感觉像被馅饼砸晕了。媒婆张婶吐着瓜子皮，眉飞色舞。陈春兰这丫头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要不是看林家长安长的精神，这好事哪能轮到他们？旁边的陈春兰低着头，一副害羞小媳妇样，手却下意识护在小腹上。这一幕落在林长安眼里，简直就是明晃晃的讽刺。林长安掀帘而出，虽然穿着旧汗衫，但身姿挺拔，眼神清亮，跟以前那个缩头缩脑的懒汉判若两人。张婶热情招呼春兰相中他了，今儿就把日子定下来。林长安站在屋中间，声音不大，字字清晰。这亲事我看就算了。屋里瞬间死寂，林德贵端茶的手僵住。陈春兰猛地抬头，眼里闪过慌乱和恼怒。林德贵以为听差了，又问了一遍。林长安重复到这亲事他不答应。林德贵把茶杯重重往桌上一顿，指着林长安鼻子混账玩意儿，人家姑娘看上你是祖坟冒青烟，还挑上撒泡尿，照自己什么德行？周桂花也急了，说三儿是不是没睡醒？春兰多好的姑娘！媒婆张婶脸黑了，质问老林这就是他家家教，看不上早说，犯得着羞辱人？陈春兰戏精上身，捂着脸就要哭。既然林家看不上他，那他走就是了。这一招以退为进，把林德贵逼急了，敲起门后扫帚疙瘩就要打，吼着今天这亲事必须答应。眼看扫帚落下，林长安没躲，里屋突然冲出一个满头银发的小脚老太太。林家太上皇出场，老太太一把护住林长安，拐棍敲的地砖梆梆响，怒斥老大当着外人打孩子，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娘？林德贵憋得脸红脖子粗，说娘就惯着他吧，这么好的亲事，搅黄了以后谁还跟他说媳妇？老太太护犊子护得理直气壮，说搅黄就搅黄，大孙子看不上，那是他没福气。转头问林长安为啥不愿意，是不是相中别家姑娘？林长安扫了一眼心虚的陈春兰，当众揭穿她怀孕虽解气，但在农村这就等于逼死人，林家还得落个刻薄名声，想浪子回头得用脑子。他告诉奶奶和爹，不是他挑，是他心里有人了。林德贵愣住，问是谁？林长安说是隔壁柳河大队的何小小。这话一出，屋里比刚才还安静，连媒婆都张大了嘴，一脸看傻子的表情。何小小是知书千金，高中毕业，十里八乡的梦中情人。林长安这号人也敢肖想，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陈春兰没忍住笑出声，满眼轻蔑，嘲讽他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林长安冷冷盯着陈春兰，目光犀利的让他心里一吐，下意识又捂住肚子。他把话撂在这，娶媳妇不用家里操心，更不用拿爹娘养老钱填窟窿，他自己赚钱自己娶。说完，他扶着奶奶回屋，让她歇着，别气坏了。这场闹剧以陈春兰气急败坏离开告终。虽然得罪了人，但林长安觉得值，至少这顶绿帽子没扣头。上午饭桌上气氛沉闷，看着盆里照得见人影的苞米碴子粥和黑咸菜，林长安肚子咕咕叫，太穷了，想赚钱得有真金白银。他换出系统面板，今日情报新刷新了一条，村口江边西侧芦苇丛深处向东走300米，大柳树左拐有一窝未被发现的野鸭蛋，共24枚以及一只受伤的灰褐野鸭。林长安眼睛瞬间亮了，野鸭蛋还有肉。他3两口扒完粥，起身背起墙角的竹筐，说出去转转，给家里改善伙食。林德贵瞪眼问他又去哪鬼混。林长安神秘一笑，大不出门，第一桶金就从这芦苇荡开始。7月午后，毒辣辣的日头晒得人头皮发麻。村口老槐树下，爱嚼舌根的刘老年眼尖，扯着嗓子喊林家3小子把媒婆气走了，是被赶出来要饭。周围一片哄笑。林长安脚步一顿，要是原身早骂街了，但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他是去发财。刘老年笑得烟袋锅子乱颤，问去芦苇荡发财，抓蛤蟆还是摸泥鳅？这都7月了，野鸭子早飞了，哪还有蛋给他捡？林长安说，万一瞎猫碰上死耗子，不再理会嘲笑，按系统指引直奔江边。芦苇荡里闷热潮湿，全是腐烂水草味，蚊虫成群结队往脸上扑。林长安被咬了好几个包，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泥坑里穿行，向东走300米，大柳树左拐，找到了那棵歪脖子老柳树。林长安挥动柴刀，并在密密麻麻的芦苇里开出一条路。走了几十米，前方传来扑棱棱的声音，他屏住呼吸，拨开芦苇，前方2米处的草窝里，一只灰褐色的野鸭正惊慌失措的扑腾，左翅膀耷拉着，显然受了伤。林长安猛地扑上去，那野鸭虽然受伤，但凶得很，尖嘴狠狠啄在他手背上。他吃痛手上加劲，死死掐住鸭脖子，另一只手按住翅膀，直接把它摁在泥地里，提起来掂量一下，这鸭子肥硕，少说3-4斤，用草绳捆了个结实，扔进筐里。目光落向草窝干芦苇铺成的窝里，整整齐齐码着一堆青白
色的鸭蛋，个头大色泽好，全是新鲜货，整整24枚，拿到供销社或黑市，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在这个1分钱买2块糖的年代，就拨发了。林长安小心翼翼把鸭蛋用干草垫好，放进背篓，身上的疲惫瞬间一扫而空。这就是情报的力量。背着沉甸甸的战利品往回走，刚出芦苇荡，又碰上刘老蔫。刘老蔫阴阳怪气问发大财了吗？筐里别是装了一筐烂泥巴。林长安卸下竹筐，故意掀开青草一角，说：“刘叔眼光真毒。”刘老蔫漫不经心探头一看，眼珠子差点瞪出来，问：“这咋可能？这月份哪来的蛋？”林长安说：“运气好而已。”盖好青草，背起筐说：“回家给奶奶炖肉去了。”看着林长安大步流星的背影，刘老蔫直咽口水，捡起烟袋就往芦苇荡跑。结果钻了2个小时，为了一身蚊子，连根鸭毛都没看着，狼狈回家。林长安进了自家小院，喊娘和小妹快出来。正在灶台发愁晚饭的周桂花擦着手跑出来，问他一惊一乍的干啥。林长安把筐往地上一放，掀开青草，露出里面的宝贝，说：“今晚不喝粥了，吃肉。”周桂花看着那只肥鸭子和满满一窝蛋，愣了足足3秒，才猛地捂住嘴，惊呼问：“这是哪来的？”周桂花这一嗓子动静大的差点把房顶给掀了，她2手在围裙上胡乱蹭了2下，抢不上前，眼珠子瞪得溜圆，死死盯着竹筐。一只肥的流油的灰野鸭子被草绳捆成粽子，还在那扑腾。干草窝里整整齐齐码着一堆青皮鸭蛋，个顶个的大。周桂花问三儿：“这真是他弄回来？”他伸手摸了摸鸭蛋，凉丝丝的，是真的。他猛地抬头看儿子，眼神像见了鬼，又像是第一天认识这个平日里游手好闲的小子。林长安把筐往灶台边一搁，说：“运气好，这就叫瞎猫碰上死耗子。这鸭子估计跟别的鸭打架伤了翅膀，飞不动，让他给捡了个漏。”周桂花乐得嘴都合不拢，说：“这哪是捡漏，这是老天爷赏饭吃。这一筐蛋够家里吃半个月，还有这鸭子这么肥，少说3、4斤。”小妹林小月闻声跑出来，一看筐里的东西，眼珠子亮得像灯泡，口水差点决堤，问哥：“这是肉吗？他们要吃肉了吗？”小丫头扒着筐沿，想摸又不敢摸，那副馋样看得林长安心里发酸。这年头农村孩子肚里没有水，一年到头也就过年见点荤腥。林长安揉了揉小妹脑袋，说：“吃今晚就吃，让娘赶紧烧水杀鸭。这鸭子受伤养不活，趁新鲜赶紧炖。”周桂花也不心疼柴火，手脚麻利的开始烧水。天擦黑，林家小院飘出一股霸道的肉香，味道太冲，顺着门缝窗缝往外钻，把隔壁二大爷家的狗馋得汪汪直叫。铁锅里鸭快翻滚，黄色油脂飘了一层。周桂花只放了葱姜和大盐栗子，野味吃的就是个鲜。大门吱呀一声响，林德贵扛着锄头进院，累了一天，腰酸背痛，加上中午被儿子气得不轻，脸拉得老长。可刚进院，他就抽了抽鼻子，心想啥味，咋这么香？他下意识往灶房看，正好碰见周桂花端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炖鸭肉出来，嗓门亮堂，透着喜气，喊他回来了，快洗手吃饭，今儿吃肉。看着那盆肉，眉头瞬间拧成死疙瘩，问这肉哪来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心惊肉跳，自家缸里米都快见底，哪来的钱买肉？难不成这混账小子去偷鸡摸狗了？周桂花一看丈夫脸色，就知道他想歪了，噼里啪啦把下午的事说了一遍，说都是三儿从芦苇荡弄回来的，还有20多个鸭蛋，这孩子今儿是真出息了。林德贵听完，半信半疑，盯着林长安。林长安正蹲地上给奶奶拿碗筷，见老爹看过来也没躲，咧嘴一笑，让他洗手吃饭，凉了就腥了。林德贵哼了一声，没说话也没骂人，转身去洗脸。饭桌上一家5口围坐桌中间，那盆炖鸭肉冒着热气，还有一盘金黄的炒野鸭蛋，配上2盒面馒头，这标准简直跟过年一样。奶奶坐炕头高兴的直抹泪，这日子好啊，老婆子有口福了。林小月早馋得坐不住，拿着筷子眼巴巴盯着肉，不停咽口水。林德贵发话让多动筷子，虽然板着脸，喉结却明显滚动了一下。林长安拿起筷子，没给自己夹，先伸到盆里，快准狠地夹起一只肥嘟嘟的大鸭腿，直接放进奶奶碗里，腿肉烂乎，奶奶牙口不好，吃这个紧接着夹起另一只鸭腿，放进小妹碗里。小妹长身体，多吃肉长高个。林小月高兴的差点跳起来，抓起鸭腿咬了一大口，满嘴流油。然后林长安在盆里挑了几块胸脯肉和带皮肥肉，堆到周桂花碗里。娘操持家最辛苦得补补。周桂花眼圈一下子红了，这孩子让他自己吃，给他加啥？最后林长安夹起最后几块好肉，连鸭头鸭脖子一股脑放进林德贵碗里。爹是家里顶梁柱，下地干活累多吃点。做完这些，林长安才给自己舀了一勺汤，泡半个馒头，就着炒鸭蛋吃起来。全家人都懵了，屋里突然安静，只剩下小妹啃鸭腿的吧唧声。林德贵端着碗，看着冒尖的肉，手有点抖。这还是那个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的混账儿子吗？以前吃饭哪次不是往自己碗里划了？今儿这是咋了？林长安抬头看见老爹那见了鬼的表情，忍不住笑问他：“看他干啥？吃啊，怕他有毒啊？”林德贵嗓子眼像被堵住，一句骂人话也说不出，低下头狠狠咬了一口。鸭肉真香，但吃进嘴里，心里头酸溜溜又热乎乎的。奶奶含糊不清道三儿长大了，懂事了乃高兴。林长安大口嚼着馒头，心里异常平静。上一世没让父母享福，这一世要把遗憾补上。一顿饭吃的全家心思各异，但那股热乎气是这么多年头一回。夜深林家几口人回屋睡觉，林长安躺在西屋土炕，听着隔壁父母低语。周桂花问他爹说三儿真转性了吗？林德贵哼了一声，说装的吧，看他能装几天。周桂花说他看不像，那眼神都不一样了。林德贵说行了，睡觉明天还得下地。林长安勾起嘴角，慢慢来吧，扭转印象，光靠一顿肉不够。他闭眼换出系统，午夜12点，新情报刷新，天眼情报系统一级，今日情报已刷新。第一条后山老龙洞附近，北坡向阳处，2棵老松树中间生长着一株无匹叶的野山参，品相极佳，目前尚未被人发现。第2条小妹林小月今天看见隔壁二丫穿了件的确凉的新裙子，羡慕的偷偷哭了一场。
他做梦都想要一件那样的新衣服。林长安猛地睁眼，睡意全无。吴匹耶那可是野山餐里的极品，在这个年代就是硬通货，就是巨款。紧接着看到第二条情报，小妹哭了，他脑海浮现出小妹穿着补丁旧衣，却依然灿烂的笑脸。原来这懂事的丫头心里这么委屈，的确凉裙子是吧？买必须买。有了吴匹耶，把百货大楼搬空一半都够。他看了看窗外月色，这时候进山太危险，而且挖人参是个技术活，得有专门的索宝棍和鹿骨签子。原参是个2把刀，啥也不会，但这难不倒他。村东头老猎户孙德柱有全套家伙事，原参跟着怪老头混得脸熟，明天一早找孙大爷借工具，这一票干成，家里穷得掉渣的日子就能彻底翻篇。天还没亮透，大公鸡刚叫头遍，林长安就爬了起来。他在外屋地灌了一瓢凉水，透心凉让他精神抖擞，摸了2个剩饼子，揣怀里敲摸摸推门出院。清晨村子静得吓人，林长安没直接进山，拐弯直奔村东头山脚下的孤房，老猎户孙德柱家。孙德柱是个怪人，无儿无女，脾气臭，但十里八乡想进山都得跟他讨教。林长安今天是来借家伙事，挖人参讲究多，没索宝棍、鹿骨签子、红绳铜钱，空手去那是糟蹋东西。到了孙家门口，还没敲门，院里传来沉闷狗叫，屋里传来老烟枪的沙哑嗓音，问谁啊？大清早叫魂呢？林长安喊说孙大爷，是他林长安。门开了，孙德柱披着旧皮袄，拎着烟袋锅子，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问林家老三又犯什么浑？不睡觉，跑他这干啥？林长安嬉皮笑脸钻进院，掏出一把昨天顺手摘的野果，放在石桌上，说想大爷了来看看。孙德柱让他少扯犊，说无事不登3宝殿，问他是不是惹祸了，想躲2天，没门让他赶紧滚回去下地。林长安正色说他想进山，孙德柱停下动作，金光一闪，问干啥？掏鸟窝还是抓蛤蟆？说山里全是蚊子猛虫，问他细皮嫩肉遭得住吗？林长安说他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抬个棒槌。孙德柱嗤笑一声，说就凭他问，他知道4品叶和5品叶咋分吗？别看了2本小人书就当自己是把头，让他赶紧滚蛋。林长安说他是认真的，想借孙大爷那套家伙事试试，索宝棍和鹿骨签子，他就在后山转悠，不进深山。孙德柱一口回绝说不借，说老祖宗传下来的吃饭家伙，能借给生瓜蛋子，弄坏了赔得起吗？死山里还得让他爹找他要人，嫌麻烦这老头嘴真毒。林长安不急，他瞥了一眼趴窝里的大黄狗胡子，这狗平时凶得很，这会懒洋洋摇着尾巴，肚子微鼓。系统情报显示，孙德柱家的大黄狗怀崽了，急需营养。林长安叹口气，蹲下身，居然伸手去摸狗头。孙德柱急了，喊别摸咬人，结果胡子只是呜咽2声，舒服的眯起眼。林长安一边顺毛，一边漫不经心说，他看他不咬人，倒是有点烦，问孙大爷这狗是不是配上？他看这肚子，少说1个月了。孙德柱愣住，快步过来蹲下细看，问他怎么看出来他这狗是狼串子？性子也这2天食量大，不爱动，但他没往怀孕想。林长安一本正经说他看他乳头红，肚子沉，眼神也没以前凶，这就叫母性。孙德柱摸了摸狗肚子，果然有硬块，老脸褶子瞬间舒展。他说咋这么能吃？好家伙，这是要有后，老猎户一辈子孤单，狗有后比自己娶媳妇都高兴。林长安趁热打铁说怀咱母狗得补补，光吃苞米面不行的，吃肉他这趟进山主要想打点野味。孙大爷借他工具，回头打着野鸡野兔分他一半，给虎子补补身子咋样？这一招投其所好，直击软肋。孙德柱犹豫了，看看林长安，又看看狗，吧嗒2口烟，说他小子眼神倒挺毒。他转身进屋，拿个油布包往林长安怀里一扔，让他拿着索宝棍在墙根自己拿。林长安打开一看，鹿骨签子、红绳铜钱、小手斧一应俱全。道了谢，孙德柱板脸教训说别高兴太早，山里规矩多。问他喊山会不会？遇大祸咋办？只准在后山转悠，赶进深山老林打断他腿。林长安抄起索宝棍，背篓一塞，转身就跑，说今晚给他送肉。出了村，林长安直奔后山，刚进林子，光线就暗了，脚下腐殖土软绵绵。他按系统坐标一路向北坡走，路真难走，到处是带刺灌木。林长安挥舞索宝棍开路，既拨草又惊蛇，走了1个多小时，汗流浃背，腿肚子转筋。他靠树喘气，挥树枝赶蚊子，心想这钱不好赚，有钱了高低买瓶花露水。翻过山梁，视野开阔，向阳山坡上，林长安眼睛一亮，前面草丛长着一片低矮灌木，挂满紫黑色小果，于是摘1颗咬破，酸甜汁水炸开，纯粹果香让人精神一振。林长安想起小妹这丫头吃到指不定乐成啥样，他摘了一大捧，用树叶包好，放背篓最底下，继续往上爬。老树越来越多，终于气喘吁吁时，看到了那个黑黝黝的山坳。老龙洞洞口上方斜坡，2棵核爆粗的老红松像门神耸立，坐标就在这2树中间。林长安心跳加速，手微微发抖。5匹叶能换全家几年嚼用的宝贝，他深吸气，强迫冷静，握紧索宝棍，走向老松树。林子寂静，只有松涛声，目光如炬，在草丛搜索。突然定格在一簇绿色植株上，掌状复叶，5个分叉，顶着一簇血红浆果。红榔头没错，就是他那种鹤立鸡群的气质，错不了5匹叶老山参。林长安激动的差点跪下，但立马想起系统提示，人参旁边有一条守护蛇。定睛一看，果然人参根部右侧岩石缝里盘着一条拇指粗的菜花蛇，花纹跟石头融为一体。虽说是非毒蛇，但受惊吓跑了，弄断身躯就亏大了。林长安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干艾草，点燃屏住呼吸，轻手轻脚把冒浓烟的艾草扔到蛇的上风口，浓烈烟味飘过，蛇吐吐信子，受不了这味，蜿蜒着游向草丛消失了。最大的障碍清除，这株价值连城的5品叶归他。拿出红绳铜钱，跪在地上，神情肃穆，借了工具就得守规矩，这叫敬畏。他默念一句：棒槌大哥，得罪了跟兄弟回家享福去吧。林长安拿起索宝棍，准备开始这辈子第1次抬餐。他小心翼翼掏出带铜钱的红绳，这是老辈儿留下的规矩，叫锁餐。传说老山参有灵性，不锁住它闻着生人味儿，土遁跑。虽说林长
长安是个重生的现代人，不信怪力乱神，但这回用了孙德柱的工具，就得按人家的规矩办，求个心安。手有点抖，红绳轻轻绕在茎叶上，打活结铜钱压妥了，红绳一系，这棒槌插翅难飞。接下来是细致活，林长安拿起鹿骨签子，在人身周围1尺画了个圈，开盘，他嘴里念叨着，用签子一点点剔除腐殖土。这活看着简单，实际上要命，身躯细得像头发，撕断一根，价格就得跌个跟头。日头升高，林子里闷得像蒸笼，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遮得生疼，他连擦都不敢擦，生怕手抖碰断了须子。1寸2寸土从玻璃参头露出来，修长苍劲，密密麻麻全是根筋。林长安数着数，心跳如雷，几十年的老货。又过了2个钟头，林长安腰快断了，膝盖跪没了知觉，但眼睛越来越亮。这最后一层土劈开，这株人参全貌显露，主体饱满，皮色老黄，纹路像铁线圈。最绝的是体态，主根粗壮，2条腿分得开开的，像个迈步奔跑的小胖人，细长的身躯舒展开足有1尺多，缀满珍珠点。林长安没忍住爆了粗口，这品相说是6品叶也有人信。他深吸一口气，双手捧土猛地一较劲，整株人参带着泥土芬芳稳稳托在掌心，那种沉甸甸的手感让他想吼2嗓，但他忍住了。财不露白，别把狼招来，找来新鲜苔藓和桦树皮，做成专业的餐包子，包好放进背篓，最底层盖上厚树叶，最后压上1大捧蓝莓做掩护。这趟赚翻了。下山路好走，但林长安走得慢，得护着宝贝。刚到半山腰，下面传来焦急呼喊，喊的是三儿，你在哪呢？是老爹林德贵。林长安应了一声，说他在这。灌木丛被粗暴扒开，林德贵扛着锄头满头大汗钻出来，鞋上全是泥，一脸焦急和怒。一见林长安，火气腾得上来，说个臭小子，大清早没人影，想急死他，地里活不干跑深山老林喂狼，要有个好歹，让他和他娘咋活？林德贵扬手要打，林长安没躲，这年头山里真有野兽，老爹是真担心。林长安笑嘻嘻让他消消气，说他这不是想给小妹弄点好吃的吗？让他看这是啥。他卸下背篓递过去，林德贵看了一眼那捧蓝莓，气不打一处来，说就为这几颗破果子，连命都不要了。林长安说这是补脑的，再说了他这趟可不光为了他给家里弄了个大宝贝。林德贵说他就吹吧，他要能弄回1两金子，他管他叫爹。林长安说那倒不用，您还是他爹。他扒拉开蓝莓和树叶，露出那个桦树皮，包得严严实实的餐包子。林德贵是庄稼人，没挖过餐，也见过这架势，这是老客和把头，才懂得规矩。他愣了，问这是啥？林长安让他打开看看。林德贵手抖，放下锄头擦擦手，小心解开草绳。当那株体态如人的五匹叶老山参出现时，他脑瓜子嗡的一声僵住，声音劈叉，问这是棒槌。林长安淡定补充说五匹叶的。林德贵一屁股坐地上，腿软了，这可是能救命换大钱的宝贝。他猛抬头，满眼怀疑，问三儿哪挖的？咋会这样？别是偷的吧？自家儿子连地垄沟都铲不直，咋可能懂这手艺？林长安早想好辞了不，慌不忙把餐包回去，说深山老林，他上哪偷去？偷神仙的。他会挖是因为跟孙大爷学的。林德贵皱眉问孙老头教他的，心想那老倔驴能教这混小子？林长安说不信，回去问他这工具还是从孙大爷那借的。他拉起发呆的老爹，说走吧，回家再说，这玩意儿金贵，见不得光。林德贵回过神，紧张的四处张望，说对，回家，赶紧回家。他一把抢过背篓，自己背着锄头扔给儿子，说他毛手毛脚，别给颠坏。爷俩像做贼似的，一路小跑下山，回到家，大门一关，餐包子往炕桌一放，全家傻眼。周桂花手里的针差点扎手，连小妹都知道这萝卜值钱，问哥能换的确良裙子吗？林长安说能换，100件都够。正狂喜着，院门被敲响，伴着狗叫，孙德柱的声音喊林老三滚出来。林德贵脸色变了，问三儿这餐是不是他偷人家孙老头的？林长安说真不是，让他去开门。门一开，孙德柱黑着脸，拎着棍子，气喘吁吁问咋回事。一上午没动静，他寻思林长安让黑瞎子舔了工具，要是丢了他扒他的皮，原来是担心他和工具。这老头刀子嘴豆腐心。进屋后，老猎户鼻子一抽，问啥味土腥气这么重？目光落在炕桌上的餐包子上，虽然包着桦树皮，那股药香瞒不住行家。孙德柱挤不过去，掀开树皮，老头倒吸凉气，老眼瞪圆，问五匹叶是他挖的？林德贵紧张的冒汗，说孙大哥，这是三挖的。他说是您教的。孙德柱表情古怪，教个屁，他就借了套工具，但这台餐手法根须完整，炉头完好，比老把式都地道。这小子无师自通。孙德柱深深看了林长安一眼，只见林长安正冲他挤眉弄眼，一脸讨好。老头子心里动了一下，要是拆穿了，这父子俩指不定怎么闹。而且这小子用他的工具挖出五匹叶，传出去他脸上也有光。孙德柱咳嗽2声，背着手摆出高深莫测的样子，说是他指点了他2句。他斜眼看林德贵，说这小子平时不着调，但赶山有点天赋。他就随便说了个方位，有宝气，没成想他真挖出来。林德贵激动地握住孙德柱的手，说孙大哥，您是他们家的大恩人。孙德柱说行了，别整虚的，看着人参说东西不错，是老货能卖好价钱。他检查完归还的工具，顺手接过林长安递来的蓝莓，扔嘴里说算他小子手脚干净，东西挖到了赶紧处理，别在村里嚷嚷，财不露白，懂不懂？老头带着狗走了。林德贵一脸感叹，让三儿以后对孙大爷尊敬点，这是真本事。林长安暗笑这助攻神了，浪子回头的人设彻底立住。接下来就是把这株五匹叶变成真金白银。那一宿林家老2口几乎没合眼，五匹叶锁在红漆柜底，钥匙挂林德贵脖子上，睡觉都不敢摘。第二天蒙蒙亮，林德贵顶着黑眼圈爬起来，让老婆子找那个最厚实的蓝布包袱，再弄俩煮鸡蛋，这就进城。林长安打哈欠问至于吗？又不是炸弹。林德贵摸着胸口，要是说他懂个屁，这可是家里的命，让他路上机灵点，别瞎打岔。爷俩出门，林德贵想去镇上收购站，熟门熟路。林长安拦住说不去镇上去县城。林德贵问那么老远，折腾啥？镇上老刘还能坑他？林长安说公家买卖，他能自掏腰包吗？他听孙大爷说了，
县里药材公司急缺老山参给省里领导配药，价格给的高，镇上那就是二道贩子，一倒手少赚多少。其实这是系统情报显示，县城收购站急需高品质野山参，收购价比镇上高50%，但为了让老爹信，还得拉孙德柱当挡箭牌。果然，林德贵一听是孙德柱说的，立马松动，问真能多给？林长安说那必须的，卖了参正好给小妹扯布做裙子，给娘买红糖，给爹打好酒。林德贵吧嗒嘴，心动了，说行，去县城借对李大青马，借了马车，爷俩一路向北。林德贵鞭子甩得响，大青马跑出一路黄烟。林长安坐在车斗，换出系统，今日情报已刷新，第一条县城药材收购站长，正为完不成精品野山参指标发愁，若有人送无匹叶，愿出高价。第二条线百货大楼纺织品柜台有一批因印染瑕疵被退回的的确良穗花布，内部低价处理，不要票。售货员李大姐正为儿子结婚彩礼钱发愁了，不仅卖参稳了，小妹的裙子也有着落，这年头的确良紧俏，还得要票。这批不要票的瑕疵布简直是简陋。林德贵回头问他笑啥呢？林长安说没啥，想这棒槌能卖多少钱？问爹估摸着。林德贵说怎么也能卖个300-400吧。林长安说胆子放大点，张开五指翻了一下，说少了这个数不卖。林德贵差点扔了鞭子，问500说穷疯了吧？那能盖3间大瓦房。林长安说让他瞧好吧。3个小时后，马车进县城，爷俩寄存马车，直奔药材公司。2层小红楼，一股中药味。柜台后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正烦躁的打算盘，眉头紧锁。林德贵小心翼翼问同志收药材不？男人头都不抬，说墙上贴着价自己看。普通货色去后院。林德贵被噎住，林长安上前一步，指关节敲击柜台，说领导有个大家伙，后院收不了，得他亲自长眼。声音不卑不亢。男人停下算盘，抬头打量，小伙子穿的旧，但精神眼神亮，不像一般泥腿子。他问大家伙多大？野鸡脖子，还是老党参？林长安压低声音说无匹叶的老山参。男人猛地站起，带倒椅子，态度180度大转弯，快步走出，招呼老乡，快里面请，让人倒好茶。进了接待室，门一关，林德贵哆哆嗦嗦解开包袱，露出餐包子。男人戴手套，拿放大镜，小心掀开桦树皮，无匹叶，炉头修长，根须如铁线。男人连声赞叹说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几十年老货，挖得太讲究了，皮都没破。足足看了10分钟。男人摘手套说老乡，这餐他们收了，特等野山参，市价500，他做主，给加100，600块，咋样？600。林德贵心脏狂跳，刚想点头，大腿被狠狠掐了一把。林长安微笑摇头，说领导600不少，但这无匹叶可遇不可求。他听孙大爷说，省城药材公司都开到1000往上，他们虽是乡下人，也知道货卖一张皮，要是只能给600，那他们还是受累。去省城转转，他在炸站长，系统说这站长缺货缺的火烧眉毛，这餐就是他的正经。果然站长脸色变了，赶紧拦住说别急，价格好商量，这餐收上来那是大功一件，奖金都不止这数。站长咬牙伸出8根手指说800，这是顶格价，整个县城除了他，没人能出这个价。800。林德贵听傻了，嘴唇哆嗦。林长安看站长肉疼又急切的表情，知道到底现了，一拍大腿说成，领导爽快，就800。10分钟后，林德贵抱着蓝布包袱走出大门，进去是人参，出来是8张大团结。林德贵把包袱死死捂胸口，走路顺拐，脸涨成猪肝色，看谁都像贼，说赶紧回家，这太吓人了。林长安说淡定，钱赚了得花，娶媳妇也得置办东西，答应小妹的裙子，娘的红糖，还有家里破背面。他拉着老爹直奔百货大楼，说今儿有钱腰杆硬，去逛逛，有了这800块打点。接下来就是那批瑕疵布。进了百货大楼，林长安直奔纺织品柜台，柜台后，烫卷发的李大姐正没精打采嗑瓜子，一脸愁容。林长安看了一眼系统情报，嘴角勾起自信的笑。李大姐儿子结婚缺钱，巧了他是来送温暖的，他甜甜喊了声姐，问忙着呢。李大姐一愣，问小伙子买布有票没？林长安说他不买布，他想打听个事。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凑过去，说听说柜台有一批处理品。李大姐瓜子皮停在嘴边，眼神瞬间警惕，问他听谁说的？林长安说这他别管，说他看他面相大富大贵，就是眉宇间带点愁，肯定是为了钱操心。他凑得更近，说他知道他最近手头紧，想给儿子办事，只要他把那批布匀给他，他保证不让他吃亏。林长安凑近的一嗓子，声音压得极低，却像个炸雷在李大姐耳边炸响。李大姐手里的瓜子啪嗒掉回盘子里，她猛地坐直，死死盯着林长安，眼神里3分警惕7分诧异，问他小子咋知道他家要办事？这是他连柜台同事都没透口风，就怕别人说他为了儿子彩礼钱工作分心。林长安心里暗笑，脸上却是一副都懂的表，说让他别管他咋知道的，就看他这面相，那是大富大贵儿孙满堂的福相，就是眉宇间带着点愁，肯定是为了钱的事操心。几顶高帽子戴过去，李大姐脸色肉眼可见的缓和了不少，说让他少贫嘴，问他是来买处理布的。林长安故作神秘，趴在柜台上指了指角落里盖着油纸的那堆东西，说明人不说暗话，那批布是印染花的残次品吧，压在库里占地方。领导看着烦，他看着也闹心，卖不出去还得扣奖金不是？李大姐心里一惊，这批错版的确良，确实是他的心病，厂里硬塞的任务，卖不出去扣绩效，可这布花纹印歪了，城里人看不上，农村人没票，买不了就砸手里。林长安拍拍胸脯，说他今儿个就是来给他解忧的，这批布他全包了，不用票给个内部价，他帮他清了库存，他拿了绩效奖金，正好给大侄子随份子，这不两全其美。李大姐真动心了，打量林长安一番，见这小伙眼神亮堂，办事利索，
问他全包了能吞得下不？这一堆可得有100多尺。林长安淡定地掏出兜里刚捂热乎的那碟，大团结故意露出一个角。李大姐眼睛亮了，说行痛快，左右瞅瞅，见经理不在，压低声音说正常，这不是1块21尺，还得要票。既然是打包算残次品，他给安6毛，不要票6毛简直是白菜价。要知道这年头的确凉，可是高档货穿身上滑溜溜挺刮阔，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做梦都想有一件。林长安二话没说，直接数钱，60多块钱拍在柜台上，换来了那一大捆花花绿绿的布料。李大姐数着钱，乐得脸上的粉都快掉下来，库存一清，奖金稳了，儿子彩礼也有着落了，夸他是个办大事的人，以后有啥需要的尽管来找他。林长安顺杆爬，又从兜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塞过去，说沾沾喜气，祝大侄子早生贵子。这一手直接把李大姐哄得心花怒放，临走还特意送了2把红头绳当赠品。出了百货大楼，林德贵背着那一大捆布，整个人都是飘的。问三这么多布还不要票，才6毛钱。林德贵觉得自己这辈子见识不够用了，他在村里累死累活干1天工分，折下来也就几毛钱，儿子这一转手就省了好几十。林长安把玩着手里剩下的钱，这就是信息差，人家急着清库存，他们急着买，让他爹走，再去买点别的。爷俩又去了副食店，这回林德贵不拦着了，儿子说买啥就是啥，2瓶好酒，2斤红糖，1大包大白兔奶糖，还有给小妹买的几个花发卡。最后林长安去肉铺割了5斤肥膘肉，油汪汪的白肉提在手里，看着就流口水。回程路上太阳西斜，马车堆得满满当当，林德贵赶着车，嘴里哼着小曲，鞭子甩得比来时还响。夸三这脑瓜子灵光。回到青山村，正是收工时候，村口大柳树下聚满了人。林家的大青马车一进村，立马吸引了所有目光，村民议论纷纷，眼里全是羡慕嫉妒。刘老年正蹲石头上磕烟袋，看见这一幕，眼珠子都红了。林大哥发财了，这是把家底都掏空了吧？林德贵刚要拉脸，林长安抢先一步坐在车斗，冲刘老年扬了扬手里的肉，进城帮亲戚办点事，顺便捎带点，日子该过还得过，总不能天天喝凉水不是？这话滴水不漏，既没漏腹，又把刘老年噎了回去。马车进院，周桂花正在喂鸡，小妹林小月蹲地上数蚂蚁。林长安跳下车，把大块肉往周桂花怀里一塞，说今晚炸肉酱吃捞面。林小月尖叫一声冲过来，紧接着林长安像变戏法似的掏出大白兔奶糖和发卡，说都是他的。林小月捧着糖和发卡，嘴张得老大，问哥真给他的？林长安说当然，他答应让他当村里最漂亮的丫头。林小月眼圈一红，哇的一声哭了，扑进林长安怀里说哥你真好。他以为他在哄他玩呢。这时候林德贵把那一大捆的确粮搬进屋，周桂花一看手都在抖，问这么多的确粮得多少钱？哪来的票？林德贵一脸得意，说没票3买的处理品便宜，把买不经过绘声绘色讲了一遍。周桂花摸着滑溜溜的布料，眼泪止不住往下掉，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好的布，这一捆够全家人做2身新衣裳，还能给老太太做套寿衣。晚饭桌上再次飘出肉香，林德贵喝着好酒，红光满面，问三这钱还剩多少？林长安掏出剩下的一大把钱，数都没数，直接推给周桂花，让娘收着，以后家里开销他安排，给他留个10块8块零花就行。600多块，周桂花看着那厚厚一沓钱不敢接，林长安说让他拿着，先把家里破房子修修，冬天不漏风，再给小妹交学费，给奶买点好药，治治老寒腿。一番话把全家人心里说得暖烘烘的。林德贵干了一杯酒，说行以后家里就听三儿的。夜深人静，林长安换出系统面板，今日情报已刷新，第一条隔壁村二流子张赖子，明天上午会在村后小树林蹲守，他盯上了落单的何小小，准备耍流氓。第2条何小小其实是老猎户孙德柱的亲侄孙女，当年分家闹翻，2家断来往，但何小小一直挂念二爷爷。看到这2条，林长安眼神一凝，何小小那个他用来当挡箭牌的白月光，张赖子敢打他主意，林长安拳头捏得咔吧响，这一箭双雕的机会来了，既能救何小小拉近关系，又能利用第2条情报解开爷孙心结，把孙德柱这条人脉彻底稳固。月头爬上树梢，知了叫的人心烦。林长安提着2斤肥肉和几尺的确粮布，大步流星出了门。他先去趟大姐家，把东西放下。大姐林明芳看着肉和布，眼圈红红的，直问弟弟是不是发财了。林长安没多解释，借口家里有事，匆匆往回赶。青山村和隔壁柳河大队中间隔着一片野鬼林，树密草深，大白天也阴森森的。林长安走到林子边，特意放慢脚步，一阵惊慌，呼救声顺风飘来，声音不大，显然被捂住了嘴。林长安眼神一凛，攥紧顺手抄的一根粗木棍，猫腰摸过去。林子深处，大槐树下，何小小正被逼在角落，他怀里死死抱着个竹篮子，脸色煞白，浑身发抖。那个满脸麻子的张赖子正嘿嘿淫笑，一步步往前凑。张赖子让何小小别跑，说就是想跟他聊聊人生，顺便亲热亲热。何小小喊他别过来，他要喊人了。张赖子有恃无恐，说这大晌午鬼影都没一个，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他。他猛地伸手抓向何小小胳膊，篮子啪嗒掉地，鸡蛋碎了一地。张赖子被抓了一下，恼羞成怒，抬手要扇，骂他给脸不要脸。今天非办了他，一块石头带着风声飞来，精准砸在张赖子后脑勺上。林长安从灌木丛窜出，借着冲劲，抬腿就是一脚，狠狠踹在张赖子腰眼上。张赖子直接飞出去2米，啃了一嘴。何小小惊魂未定，眼泪瞬间流下来。林长安挡在他身前，语气平静，让他没事躲远点。张赖子爬起来，吐掉泥，掏出一把弹簧刀，比划着威胁林长安识相的滚，不然给他放血。林长安只觉得好笑，说拿把
把破刀吓唬谁呢？张赖子也就是欺负女人的本事，今碰上爷爷，算他倒霉。张赖子挥刀冲上来，他打架全靠狠劲没章法。林长安没退，迎着刀子迈一步，身子猛地一侧，木棍像鞭子一样抽出去，正抽在手腕上。张赖子惨叫一声，刀飞了。没等反应过来，又是一脚正中小腹。张赖子捂着肚子跪在地上吐酸水。林长安骑上去，左右开弓就是俩大耳刮子，每问一句扇一巴掌。几下子张赖子脸肿成猪头，连声求饶，说再也不敢。林长安起身，狠狠啐了一口，让他滚，以后再让他看见他在这一带晃悠，见一次打一次。张赖子连滚带爬钻林子跑了。林子安静下来，林长安转身，何小小还靠着树发抖，衬衫扣子被扯开，两个衣衫凌乱，看着楚楚可怜。林长安捡起篮子放在一边，脱下外褂递过去，让他披上点，别着凉。何小小裹紧衣裳，眼泪止不住道谢，说今天要不是他就完了。林长安说乡里乡亲客气啥，张赖子就是个怂包，打一顿就老实了。何小小看着这个把坏人打跑的高大身影，以前那个懒汉印象彻底碎了，这分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何小小看着地上的烂鸡蛋，欲言又止。林长安直接挑明，说他是想去村东头孙大爷家了。何小小瞪大眼睛问他怎么知道，这事可是秘密，他爹严禁他跟二爷爷来往。林长安说这有啥难猜，这条路直通孙大爷家，再说他跟孙大爷熟，听他提过一嘴，说有个侄孙女挺孝顺，就是家里管得严。这瞎编的话让何小小心里一酸，问二爷爷他还念叨他。林长安趁热打铁，说那可不，老人家嘴硬心软，正好他也要去还东西，鸡蛋碎了，没事他那还有点野果子，他们一起去就说是他买的。何小小问合适吗？林长安说有他打掩护，他爹不能知道让他走。孙大爷看见他指不定多高兴。林长安提起空篮子招招手，何小小看着他坦荡的笑容，彻底放下防备，点了点头。两人一前一后走出树林。林长安盘算着这一把稳了，救了人拉近关系，还能借何小小的手把老猎户关系做事。何小小突然开口说他刚才打架的样子挺厉害。林长安回头见姑娘红着脸低头看脚尖，他咧嘴一笑，说那是为了保护他们村大学生，他也得厉害点。是那一根之前随口扯的红线，似乎真系上了。走到孙德柱家门口，大黄狗又叫起来。林长安推开院门喊虎子，别叫是自家人。孙德柱正晒太阳，看见林长安领着个姑娘进来，老头子一愣，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瞬间僵住，老猎户手颤抖，烟袋锅子差点拿不住。他做梦也没想到，日思夜想不敢见的侄孙女，竟然被这林家老三领进了门。林长安把空篮子往石桌一放，冲发愣的爷孙俩挤挤眼，说孙大爷，看谁来了？今个这顿饭他可得请客。孙家院子里气氛冷得掉渣，孙德柱背着手站在那，烟袋锅子都在抖，他死盯着何小小，本来震惊的老眼里慢慢爬上了一层硬壳，那是倔强，更是怕连累孩子的无奈。老头子脸一黑，转过身背对大门，语气硬得像石头，让他赶紧走，说这不是他该来的地，让他爹知道了非打断他的腿。何小小本来就委屈，这一嗓子吼下来，眼泪直接在眼圈里打转，身都在颤，喊二爷说他不怕打，就是想来看看。孙德柱嗓门提了8度，像是在赶瘟神，说看他干啥，糟老头子一个，死不了让他赶紧走，别在这碍眼。林长安在旁边看着，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老头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明明想孙女想得抓心挠肝，非得装出一副绝情样。林长安大咧咧走过去，一把拽住孙德柱的胳膊，硬是把他按回石凳上，说这就没劲了，人家小妹子大老远来的，连口水都没喝就赶，这可不是他们青山爷们的待客之道。孙德柱瞪眼，说他懂个屁，这是老孙家的事，让他个外姓人少掺和。林长安也不恼，顺手把那个空篮子往孙德柱眼皮底下一晃，说他是外姓人，但他今儿个可是护送小妹子的保镖，让他瞅瞅，这篮子里本来装了一篮子鸡蛋，都是小妹子从牙缝里省下来孝敬他，结果半道上遇着张赖子那个混蛋，给吓得摔地上全碎了。孙德柱猛地转头，浑浊的老眼里瞬间爆出一股煞气，那是杀过黑瞎子的痕迹。问张赖子那狗日的欺负小小，林长安说可不嘛，要不是他赶得巧，小妹子今儿个就完了。他故意留半句，叹了口气，说小妹子受了这么大委屈都不肯回家，非要先来看他倒好还要赶人家走，问他这心是石头做的。这话一出，直接戳穿了孙德柱的防线。他看着何小小微微发抖的肩膀，还有身上披着的那件明显不合身的男士外褂，心像被针扎烂了。孙德柱站起来，颤巍巍走到跟前，伸出粗糙的大手想摸摸孩子的头，又怕手脏，悬在半空僵住了，问那畜生伤着他没？何小小再也绷不住，扑进老人怀里，放声大哭。这么多年的委屈，父辈的恩怨都在这一抱里化开。孙德柱老泪纵横，拍着孙女后背说没事了，二爷爷在这，谁敢欺负他，二爷爷包了他的皮。大黄狗虎子也通人性，没叫默默走过来蹭何小小的裤腿。林长安站在一旁，嘴角上扬，这是成了。哭过之后，院里气氛大变，何小小勤快挽起袖子就开始收拾院子洗衣服。孙德柱拦不住，只能坐那抽烟，笑眯眯看着，眼神慈祥的像换了个人。林长安也没闲着，熟门熟路去灶房抱柴火烧水，一边扇风一边说孙大爷，这狗真怀上了，他那粘人劲，性子变软了，这几天可得弄点好的，别饿瘦。孙德柱点头说是怀上了，看了林长安一眼，眼神里多了几分认可，说他小子眼毒，昨个以为他胡咧咧，今早一看确实不一样。林长安顺杆爬，说那是，他这眼光看啥都准。孙德柱哼了一声，磕了磕烟袋锅子，说今个的事算他欠他个人情，以后想进山缺啥少啥直接来拿，别跟他客气。林长安心里狂喜，这倔老头在10里8乡辈分极高，连支书都得叫叔，有了这句话，以后在村里横着走都没问题。林长安故意把话说的暧昧，说他和小小都是晚辈，孝敬他应该的。
偷偷瞄了一眼晾衣服的何小小。孙德柱是人精，哪能听不出？他看看勤快的孙女，又看看高大精神的林长安，这小子以前是混不吝，但这几天挖餐的本事、救人的胆色，再加上这股机灵劲，好像还真配得上自家孙女。孙德柱点了点林长安，说他小子别跟他耍心眼子，要是让他知道他欺负小小，他这杆老猎枪可不认人。林长安说哪能啊，他疼都来不及呢。那边何小小听见这话，脸疼得红到了脖子，跟手里的衣服差点掉地上，心里却甜滋滋的。下午3点，太阳偏西，何小小不敢久留，怕家里起疑，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二爷爷。林长安送他回村，回程路上气氛旖旎，快到村口分岔路，林长安停下脚步，说行了就送到这，再往前让人看见，对他名声不好。何小小抬头看着他，夕阳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镀了一层金，说今天真的谢谢他，还有谢谢他带他见二爷爷。林长安说都说了别客气，以后有啥事言语一声绝不含糊。何小小咬了咬嘴唇，突然伸出小拇指，羞涩的递过来说：“那他们拉钩，他答应过请他吃冰棍的，不许耍赖。”林长安愣了一下，那是句婚时随口胡诌的，没想到他当真了，这是给自己找下次见面的理由吗？他伸出粗糙的大手，勾住那根纤细的小拇指，说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下次请他吃奶油冰激凌。何小小说，一言为定，转身跑了好几步，又回头灿烂一笑，像只快乐的小鹿。林长安摸摸鼻子，心想这算不算是谈上？回到家，老爹林德贵正在磨刀，旁边放着生锈的猎枪，说他也想进山，他能挖着棒槌，他就不信他不行。林长安哭笑不得，赶紧按住老爹说别折腾了，那是运气。再说他明还得去大姐家，听孙大爷说这几天山里有野猪，大姐家偏，他不放心。林德贵手一顿，让他赶紧去带点好东西，别让姐夫挑理，把柴刀磨快点，搞定老爹。林长安回屋躺炕上，换出系统，今日情报已更新。第一条，大姐夫周国强最近馋酒，且正为农忙饮食发愁，他对林长安仍有好逸恶劳的刻板印象。第二条，明天上午，一只受伤的傻狍子会误闯入大姐家后院菜地。林长安乐了，馋酒缺肉，傻狍子送上门，这哪是走亲戚，这是去给大姐夫上课。搞定了大姐夫，这亲戚关系盘活了，以后不管是搞运输还是做买卖，都是助理。第二天日头刚冒尖，林长安就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出发，往兜里揣着2瓶现成买的龙冰酒，还有一大块肥猪肉，脚下蹬得飞快。今儿个任务明确，拿下大姐夫周国强，顺便给外甥小军上个警屋。到了柳河大队大姐家门口，正碰见周国强在劈柴。周国强是个典型山东大汉，一脸络腮胡，干活一把好手，就是脾气倔。看见林长安，他手里斧头停了一下，眉头微皱。虽然昨天送了肉和布，但他印象里这小舅子就是个无底洞，今儿又来，别是来借钱的吧？林长安假装没看见那张黑脸，笑呵呵递过网兜说左走的急酒忘拿了，今儿特意送来，中午他哥俩整2盅。周国强一低头，看见带商标的瓶装酒和足足1斤重的肥膘肉，喉结滚了一下。他好酒平时只舍得喝散装的，这里重了，他语气软了不少，说来就来呗，还拿啥东西？说林长安的姐在后院摘菜呢，让他先进屋。林长安直奔后院菜地，大姐林明芳正在摘豆角，5岁的外甥小军在地上乱画。刚要说话，林长安脑中系统雷达亮了，情报处发傻狍子已入局。紧接着篱笆墙外传来稀里哗啦的乱响，林明芳吓一跳，问啥动静？话音未落，篱笆豁口处猛地窜进一道黄褐色影，那家伙个头不小，顶着短脚，屁股后面一团白毛，慌不择路，一头扎进豆角架，被藤蔓缠住腿，扑通摔倒，拼命蹬腿叫唤。林明芳吓得一把呼住小军，林长安眼睛一亮，喊傻狍子，大吼一声，抄起旁边一把铁锹就冲上去。这玩意好奇心重，但这只显然受了伤，是撞大运送上门的。林长安3步并作2步冲到跟前，那狍子想跑，但被藤蔓缠死。他举起铁锹背，照着狍子脑袋就是一下子，一声闷响，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傻狍子2腿一蹬，瞬间不动弹，这一下干脆利落，帅得掉渣。周国强提着斧头冲过来，问出啥事了。等看清地上的东西，他整个人傻了，问狍子咋跑菜地来了。林长安扔了铁锹，拎起狍子后腿掂了掂，说少说50-60斤，说这叫天降横财，看来今个这顿酒是老天爷赏的，不喝都不行。周国强看着肥硕的狍子，又看了一脸淡定的林长安，黑脸终于绷不住，露出了大笑，夸他运气绝了。这只狍子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隔阂，农村人讲究吉兆，小舅子一来就带财，这是福星。接下来处理大家伙。周国强想动手，被林长安推开，说姐夫是大功，这种粗活他来，今儿他就歇着等吃现成。林长安挽起袖子，烧水退毛开膛破肚，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刀子像长了眼，眨眼功夫，狍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切成均匀肉块。周国强眼珠子都直了，问他啥时候学会这一手。印象里这小舅子油瓶倒了都不服。林长安说跟村里孙大爷学的，艺多不压身。这句话听在周国强耳朵里，比啥都顺，只要肯学肯干，就是好样的。进了灶房，林长安霸占灶台，大铁锅烧热，一大勺猪油扔进去，呲啦一声爆香葱姜蒜，一大盆狍子肉倒进去，大火翻炒至焦黄，半瓶白酒去腥，最后加水猛炖。另一口锅也没闲着，猪肉炖豆角，油汪汪的乱炖，不到1个钟头，霸道的肉香把周国强肚子里的馋虫全勾出来。他坐在外屋底，抽着烟袋，眼睛直往灶房瞟，喉咙里像有只小手在挠。跟老婆子说他们仨这手比公社大师傅都强。中午12点开席，红烧狍子肉，软烂脱骨，色泽红亮；猪肉炖豆角，油光发亮，再配上拍黄瓜和炸花生米，这桌菜比过年都硬。林长安给周国强倒满龙冰酒，自己也满上，说这杯敬姐夫，这么多年多亏他照顾他姐，以前他混蛋，没少让他们操心，这杯酒赔罪。说完一仰脖干了。周国强眼圈一红，说过去的不提了，只要他以后好好干，姐夫也不是小心眼。一口酒下肚，再加块狍子肉，周国强眼睛亮了，
夸味正烂乎，几杯酒下肚，他搂着林长安肩膀，恨不得当场拜把子，说以前姐夫看错了他，现在他有手艺有力气，以后日子差不了。林长安笑着应和，转头看向吃得满嘴油的外甥小军，正事还没办呢。他放下筷子，脸色突然严肃，问小军最近是不是总跟村里那帮小子去河边玩？小军愣了一下，看了看他爹，缩脖子说没去。林长安说他刚才在村口听人说，他昨天还跟人在河边比谁尿得远，是不是？其实是诈他的。小军一慌，支支吾吾不敢说话。周国强酒杯一顿，眼珠圆瞪，骂兔崽子，说过多少回不许去河边当耳旁风是吧？林长安拦住周国强，压低声音像讲鬼故事，说小军他跟他说个真事，前2天他在江边看见水鬼了，专门抓他这么大的小孩，抓住了往水底拉，当替死鬼。小军吓得面色凝重，骨头都掉了，问真的？林长安说当然真的，而且那水鬼托梦说这2天就要抓人，他要不想被吃肉，这几天离河边远点。小军哇的一声哭了，说他不去了，让就别说了。林长安看火候到了，从兜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塞过去，说这是奖励他不去河边的，要让他知道他偷着去，以后1块糖没有，还得让他爹把他屁股打开花。小军保证肯定不去。周国强在旁边也没拆穿，这吓唬比打2顿管用。一顿饭吃到下午，周国强喝高了趴桌上睡着，林长安帮忙把人扶上炕，嘱咐了大姐几句，骑车离开。回程路上酒劲散了不少，肉吃了酒喝了，好感刷了，警告给了，距离那场生死危机还有3天，大姐家这头算是稳住了。接下来的3天该干点别的了，比如那个河边的戏鳞鱼群。从大姐家回来，林长安这一觉睡得相当踏实，梦里头傻狍子变成了满桌的英才。大姐夫周国强拉着他的手非要拜把子，那个皮得像猴似的外甥小军乖乖坐在炕头背唐诗。第2天一睁眼，日头已经爬过窗棂了，林长安伸了个大懒腰，浑身骨节咔咔作响。全世镜虽然昨天在那边喝了不少，但龙冰酒纯粮酿的不上头，他习惯性的在脑海里唤出系统，天眼情报系统1级，今日情报已刷新，村头河岸大榕树西侧300米处的回水湾，水深2米半，乱石堆缝隙处，近期有一群洄游的细鳞鱼聚集。这种鱼肉质细嫩，洗冷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使用特制的倒须柳条笼，配合蚯蚓拌鸡血做饵，可轻松捕获。林长安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跟灯泡似的。细鳞鱼这玩意，在后世那是国家保护动物，想吃一口都得进局子。但这会是82年，清河里这东西虽然少，但还没绝迹。这鱼肉嫩刺少，自带一股子瓜果香，不管是拿到镇上黑市换钱，还是送给领导走人情，那绝对是硬通货。最关键的是，这东西娇贵出水就死，必须得现抓现吃。林长安心里盘算着，正好家里的肉吃的差不多了，换换口味，顺便给那个李队长备点礼。要想在村里彻底站稳，光有钱不行的，想抓这鱼光靠钓竿那是扯淡太慢，系统给的那个倒须柳条笼才是神器。但这边框窝篓的手，林长安是个2把刀，原身以前除了掏鸟窝手巧，干正经活那是10根手指头全是棒槌。不过没事，他有个手巧的娘，周桂花那是10里8乡出了名的巧手，那鞋底剪窗花边席子，闭着眼睛都能弄。林长安出了屋，看见周桂花正坐在院子里的槐树底下包豆角，凑过去蹲在旁边帮着包了2下，说娘他求他的事。他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起来，说让他能不能帮他编个东西，就用后院那堆柳条子。周桂花问编啥？是背篓吗？林长安说不是背篓，是鱼笼，但这鱼笼跟平时那种不一样。他一边画一边比划，讲得头头是道，说这口得做成漏斗状的往里缩，还得加上1圈倒着的须子，这样鱼钻进去容易，想出来就会被须子挡住，这就叫有去无回。周桂花是行家，看了一眼地上的图，眉头一挑，说这就跟那个捕苍蝇的罩子一个理。林长安竖起大拇指夸娘聪明，说他要3个大点的结实点。周桂花把豆角盆一推，拍了拍手上的土，说这有啥难的，等着他这就给他弄。不过问三儿他弄这玩意干啥？又要去抓鱼吗？林长安也没瞒着说他想去河边试试，他们那河里有细鳞鱼，那可是好东西，要是能弄上来几条，拿到镇上去卖，能换不少钱呢。这时候老爹林德贵背着手从外面溜达回来，正好听见这话，张嘴就泼冷水。林德贵说细鳞鱼那是那好抓的，那鱼精着呢，而且都在深水里，平时根本看不着影。村里那几个老鱼把式都说，这几年细鳞鱼都快绝迹了，让他别费那个劲。林德贵是一脸的不信，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谁能轻易抓着细鳞鱼的。林长安也没争辩，只是笑嘻嘻的说让他试试呗，反正柳条也是现成的，费不了啥事，万一抓着了呢？那鱼一斤能卖2、3块。林德贵一听这价，眼皮猛地跳了一下，这年头猪肉才8毛钱一斤，这鱼赶上金子贵了。他说行，让他爱折腾就折腾吧，反正现在农闲也没啥大事。看在钱的份上，林德贵不再拦着，甚至还主动去后院抱了一捆柳条过来。有了老娘的巧手，不到中午，3个造型奇特的倒须柳条笼就编好了，那工艺紧凑结实，尤其是那个倒须的入口设计的精妙绝伦。林长安试着用手伸进去，再往外拔的时候，确实被卡了一下。夸娘这手艺绝了。下午林长安也没闲着，他拿着铁锹去后院的粪堆旁，忍着胃挖了满满1罐子红蚯蚓。这玩意腥味重，是钓鱼的万能饵。他又去鸡窝里，趁着老母鸡不注意，弄了点鸡血把蚯蚓拌在里，那股子腥膻味简直冲脑门子。但这就是细鳞鱼的最爱。一切准备妥当，傍晚时分，日头偏西，暑气稍微散了，林长安背着3个鱼笼，提着这罐子生化武器，像个专业的渔夫一样往村头的河边走去。村头的这条河叫清河，水流不算急，但水深水质清亮。林长安没走大路，专门挑没人的小道，绕到了大榕树西侧。这里是一片乱石滩，平时很少有人来，因为石头多，容易崴脚。水流在这里打了个转，形成了一个回水湾。回水湾看着就深不见底，泛着墨绿色的光。
林长安站在岸边看着水面，虽然肉眼看不见鱼，但他相信系统的情报绝对错不了。他把3个鱼笼里都塞满了伴着鸡血的蚯蚓，又在笼子里放了几块石头当配重。林长安找准位置，手臂一挥，把第一个鱼笼扔进了回水湾的中心，扑通一声，鱼笼沉入水中，泛起一圈圈涟漪。紧接着是第2个、第3个，3个鱼笼成品自行分布，彻底封锁了这片水域的关键位置。他把系着鱼笼的长绳子拴在岸边的大石头后面，又用杂草盖好，做了个只有自己能认出来的记号。这就叫放长线钓大鱼。这种地笼得放一晚上，明天一早来收才有惊喜。干完这一切，林长安拍了拍手，坐在石头上，点根烟和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舒服。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河滩上传来一阵嬉闹声。林长安扭头一看，眉头瞬间皱了起来。只见4、5个半大小子正在浅水区扑腾玩水，那是村里的几个皮孩子，领头的正是张赖子的堂弟，叫张狗蛋，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而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子，正是之前情报里提到的那个小磊。林长安心里咯噔一下，小磊这小子今天就来踩点了。他赶紧站起来，眯着眼睛仔细在人群里搜寻，没有小军。林长安松了口气，看来昨天的鬼故事起作用了。小军那孩子胆小，确实没敢来。只要小军不在，这事就好办多了。但他看着那个在水里扑腾的最欢的小磊，心里还是有点发沉。根据情报，这小子后天就要出事。虽然那是后天的事，但看着这帮孩子在没有任何大人看管的情况下玩水，林长安还是忍不住想管管。林长安把烟头一扔，站起身，冲着河滩大吼了一嗓子，让那边的都给他上来。那几个孩子吓了一跳，回头看见是林长安，都有点发愣。林长安捡起一块石头，作势要扔，吼他们天都要黑了，还在水里刨着，不怕老鳖咬他们，让他们赶紧滚回家吃饭去。张狗蛋认出了林长安，不屑地吐了口水，说是林老三，他管得着吗？这河是他家开的。林长安乐了，这小子跟他哥一个德行，欠收拾他也没废话，直接迈步往河滩走去，那架势像是要揍人。他说张狗蛋，他哥张赖子都被他打服了，他是不是也想尝尝滋味？要不要他现在把他裤衩子给扒了挂树上？一听这话，张狗蛋脸色变了。张赖子被打的事已经在村里传开了，听说被打的挺惨，牙都松了。林老三现在的名声那是真敢动手的主。张狗蛋喊了一声快跑，说林老三发疯了，带着几个孩子连滚带爬地上岸，抓起衣服就跑，连屁股都没顾上擦。那个叫小磊的孩子跑在最后，还回头瞪了林长安一眼，眼神里透着股不服气的倔强。林长安看着这帮熊孩子的背影，无奈的摇了摇头，他能管这一次，管不了下一次。腿长在他们身上，心长在他们肚子里，尤其是那个小磊，一看就是个刺头，越不让他干啥他越要干啥。林长安叹了口气，看来那场劫是躲不掉了。林长安重新检查了一下鱼笼的绳子，确定伪装的天衣无缝后，才转身离开。回家的路上，天已经彻底黑了，村子里升起了袅袅炊烟，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饭菜的香味。林长安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心里盘算着明天的收获。如果系统没骗人，明天早上这3个鱼笼里将装满白花花的银子，而这笔钱将是他真正意义上洗白的第一步。不靠运气，不靠捡漏，而是靠技术和劳动换来的财富，才能真正堵住村里人的嘴，也能让老爹老娘彻底挺直腰杆。林长安心里默念着细鳞鱼，你们可得给他争点气。哼着小曲儿，脚步轻快地踏进了家门，喊娘饭好了没？饿死他了。周桂花在灶房应着说好了好了，今晚给他烙了油饼。这一夜林长安睡得依旧香甜，只是在梦里，他似乎看见了河面上泛起了巨大的水花，那是鱼群在挣扎，也是命运在翻涌。天还没亮透，村里的狗都睡得死沉，林长安已经摸到了河边。早晨的河滩冷得刺骨，雾气把人裹得严严实实。他搓了搓冻僵的手，找到昨晚压着枯草的大青石，抓住那根粗麻绳，试探着往回拽了一下。这一拽，绳子瞬间绷得笔直，一股死沉的坠力顺着胳膊传上来，根本不是挂住石头的死劲，而是活物在底下疯狂挣扎的力道。林长安心里狂喜，双脚蹬住地，扎稳马步拼命往回拉。随着第一个柳条笼哗啦一声破水而出，他眼珠子都瞪圆了。脸盆大的笼子里黑压压全是鱼脊背，那些细鳞鱼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噼里啪啦疯狂甩尾，水花溅了一脸。这一笼子少说10几斤。紧接着是第2个、第3个，无一落空，尤其是扔在回水湾深处的那个，沉得差点脱手。提上来一看，除了满笼子的细鳞鱼，居然还卡着一只缩头缩脑的老鳖，被挤得动弹不得。林长安把鱼一股脑倒进带来的腌菜大陶缸里，陶缸能装50斤水，这回大半缸全是活蹦乱跳的鱼，体态修长，鳞片闪着荧光，稍微一掂量，这40斤只多不少。按系统的报价，这一早上的收成顶得上工人干3个月。林长安用塑料布把缸口封死，盖上蒿的草背漆死沉的大缸，专挑没人的野路子往家溜。回到家，林德贵正拿扫帚扫院子，见儿子一脸汗的背着大缸回来，愣了一下，问咋样，空军没？林长安没废话，把缸往地上一蹲，掀开塑料布，受惊的鱼群猛地炸水，水花甩了老头一脸。林德贵抹了把脸，低头一看，手里的扫帚啪嗒掉地上，他蹲下身，颤抖着手抓起一条滑溜溜的细鳞鱼，问真是细鳞？这么多？说这活他守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场。林长安压低嗓子说一共40斤，还有只老鳖，这玩意离水就死，得赶紧处理。周桂花和小妹闻声出来，围着水缸像看聚宝盆。周桂花发愁，问这么多咋吃？林长安斩钉截铁说卖，他去镇上。林德贵直摇头，说镇上供销社给那几分钱收购价，亏死他。林长安说不去供销社，去鸽子市。这3个字一出，林德贵吓得脸都白了，说那是投机倒把，被抓了得蹲大狱，让他可别作死。林长安说，现在政策松了，没那么严，他有门路。听说镇上几个领导想吃这口鲜，他不摆摊，直接找买主，神不知鬼不觉。其实这是系统情报显示，镇上黑市近期对鲜鱼需求量大，价格小涨，而且系统还给了个要命的提示，刘老年眼红他家吃肉，昨晚盯了他一宿。
今早看他背鱼回来，正准备去大队部举报他，搞资本主义歪风。这鱼留在手里就是雷，换成钱揣兜里才是肉。林长安问他爹，舍不舍得这100多块钱打水漂？100多块，这数字直接击穿了林德贵的心理防线。他咬咬牙，狠狠一跺脚让他去。要是有人查，扔了鱼就跑，保人要紧。林长安手脚麻利的把鱼分装进2个蛇皮袋，绑上自行车后座，跟他娘说老鳖留着晚上炖汤，早饭他不吃了。出了村，林长安特意绕了远路，避开刘老蔫的视线，一路狂蹬。到了镇上，鸽子是藏在小巷子里，天亮就散。林长安到的时候，巷子里稀稀拉拉几个人，他推车转了一圈，卖鱼的极少，2条半死不活的鲫鱼都要1块。稳了他找个角落，解开袋子口，没2分钟，一个穿中山装戴眼镜的中年人路过，眼神往袋子里一扫，走不动道问这是细鳞。林长安说刚出水的，还在喘气。中年人伸手摸了摸滑腻的鱼身，眼睛亮了，问多少钱？林长安说2块5，不讲价包圆2块4。中年人嘬牙花子，这比猪肉贵3倍。林长安说这东西可遇不可求，让他去供销社看看有吗？拿回去招待客人，那面子是猪肉能比？这话说到心坎上了。中年人正愁没硬菜招待领导，当即拍板说这一袋他都要，让他跟他去前面院子过秤。这人多眼杂，交易很顺利。那中年人是个干部，家里有秤，连皮带水，22斤算20斤，50块钱到手。林长安摸着兜里5张崭新的大团结，心里那个美。接着他又转了一圈，把剩下20斤分批卖给了几个饭店采购，一共进账98块，加上之前的，手里有110块巨款。林长安找个没人的地，把钱贴身藏好，转身进了供销社，买了2瓶好酒，1条大前门香烟，又要了张发票。回村路上，经过一片玉米地时，系统雷达突然疯狂闪烁警告，显示前方村口大榕树下，刘老蔫正拉着质保主任张大炮，指认他投机倒把，准备截停检查。林长安猛地捏闸，轮胎划出一道长痕，他看着远处的人影，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刘老蔫还真是属狗皮膏药的，鱼卖完了，钱藏好了，现在车上只有正大光明买的烟酒，想查就让他查个够。林长安重新登上车，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向着村口冲了过去。村口大榕树下，气氛紧得像拉满弓。刘老蔫一脸亢奋，绿豆眼死死盯着骑车过来的林长安，像条逮着耗子的老狗。旁边站着质保主任张大炮，背着手一脸严肃。刘老蔫隔老远就跳脚喊让他停下，说张主任，就是他一大早背2大袋子鱼去镇上，这回空手回来，肯定是投机倒把，他盯他好几天了。林长安脚下没停，直接骑到2人跟前，才猛地一捏闸，车轮卷起的尘土扑了刘老蔫一脸。刘老蔫伸手拽车把，让他下来接受检查，把兜里的脏钱掏出来。林长安单脚撑地，手一拨拉，把刘老蔫挡开，问他大白天发什么疯，正抓贼呢？他转头看向张大炮，一脸坦荡，问他这唱哪出？他进城给家里买点东西，还得经过刘叔批准。张大炮说有人举报他倒卖物资，让他把车上袋子打开看看。林长安二话没说，解开后座蛇皮袋。刘老蔫伸长脖子往里瞅，满以为是脏钱，结果袋子一开，露出来的是2条红灿灿的大前门，还有2瓶精装白酒。刘老蔫傻眼了，问鱼呢？他的鱼呢？林长安说早送人了，掏出皱巴巴的发票往张大炮手里一递，说张主任是明白人，他家昨个发了笔小财，他爹寻思着村干部平时操碎了心，让他去镇上买点烟酒，回头给支书和他送去表表心意。一番话滴水不漏，顺带拍了张大炮马屁。张大炮看了一眼发票，正规渠道，再看那烟酒货，大前门好东西，黑脸瞬间红润，问给他们买。林长安说那可不，既然碰上了，手脚麻利的拆开1条烟，掏出2盒，不由分说塞进张大炮兜里，说主任先抽着，剩下的回头让他爹送去。这一套连消带打，直接把张大炮整不会了。吃人嘴短，这哪是投机倒把，这是懂事的好青年。张大炮转头瞪向刘老蔫，问他咋回事？这就是他说的投机倒把，人家有发票。问他是不是老眼昏花？刘老蔫急得脸红脖子粗，说不可能，他明明看见他早上背着桶出去的。张大炮不耐烦打断说别整天盯着人家后脚跟，人家林老三现在长本事了，家里改善生活吃点鱼咋了？就他眼红，让他滚回去干活。刘老蔫像双打的茄子，彻底蔫了，看着林长安那似笑非笑的脸，他知道这回偷鸡不成蚀把米，只能灰溜溜走。林长安跟张大炮打了招呼说回了，这一关过了。回到家，林长安把1半钱交给老娘。林德贵看着烟酒问真给陈有田送去？林长安说送，必须送，100多块是小头，以后在村里干大事，没支书照着不行。这烟酒就是投名状，以后刘老蔫再想摘刺，陈有田第一个收拾他。林德贵重重点头，儿子这脑瓜子确实灵光。次日清晨，林长安被一场噩梦惊醒，冷汗湿透背心，他下意识唤出系统，天眼情报系统一级，今日情报已刷新第1条红色预警。今日中午11点42分，外甥小军虽因警告未下水，但其伙伴小磊，也就是运输队队长之子，将在柳河大队河段游泳失腿抽筋溺水，若无救援，必死无疑。看到那行血红的字，林长安瞳孔骤缩，果然那个虎头就是小磊。11点42分，现在早上6点半，还有5个小时。虽然情报说小军没事，但万一孩子忘性大呢？更何况括号里那几个字，运输队队长之子，这可是个关键信息。如果救下这孩子，就等于攀上了县运输队的关系。在这个交通靠走、运输靠吼的年代，跟运输队搭上线以后，倒腾山货进城简直开了绿灯。林长安翻身下炕，动作带风。小妹迷迷糊糊问哥，起这么早干啥？林长安说有急事，去趟大姐家，脸都没顾上洗，
抓起半个凉馒头塞嘴里，推着破自行车就出了门。林长安一路狂蹬，到了柳河大队，确认小军还在炕上呼呼大睡，松了口气，但他没赶走，硬是在大姐家赖了一上午，帮大姐劈柴挑水，眼睛却死死盯着墙上的挂钟。10点、10点半、11点，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大姐奇怪，问他是咋了，屁股长钉子了。林长安说没事，闷得慌，出去转转。11点整，林长安走出院子，直奔河边。烈日当空，路上没人，还没到河边，听见一阵喧闹，躲在柳树后一看，5个光屁股孩子正在脱衣服，领头的正是小磊，而小军果然也在，但他蹲在岸边石头上，手里拿根树枝，一脸羡慕地看着水里，愣是没敢下。小磊招手喊小军下来，凉快着呢。小军摇头说不去，他就说有水鬼。小磊不屑地撇嘴说胆小鬼，哪有水鬼，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林长安在树后暗暗点头，外甥没白疼，听话能保命。看表11点40分，距离死神降临还有2分钟。林长安手心全是汗，他没立刻冲出去，现在冲出去，熊孩子一哄而散，没吃亏肯定不长记性，下次还得来。而且如果在悲剧发生前就把人赶走，这份救命之恩就轻了。为了让这份人情最大化，也为了让这帮熊孩子彻底长记性，必须卡在那个点上。11点41分，小磊在水里钻上钻下，嘚瑟地冲岸上做鬼脸。突然他身子猛地一僵，动作变得极其不协调，像被无形的大手拽住了腿，抽筋了。小磊张嘴想喊，猛灌了一口水，拼命挣扎却越沉越快。周围孩子还在笑闹，以为他在憋气，只有岸上的小军发现了不对劲，喊小磊问他怎么了。11点42分，小磊最后一次浮出水面，脸色青紫，眼神绝望，随后彻底没入浑浊的河水。死神来了！小军凄厉尖叫喊救命，淹死人了！就在这一瞬间，林长安从柳树后猛地窜出，像猎豹一样冲到河边，纵身一跃入水。瞬间他睁开眼，浑浊河水中那个白晃晃的身影正在直直坠向深渊。林长安憋着一口气，四肢并用，死命地往下潜，水压挤得耳膜嗡嗡作响。他在乱飘的水草和淤泥之间疯狂摸索，突然指尖触碰到了一块衣角，抓住了他，心中一喜，猛地用力一扯，沉甸甸的那孩子已经完全没了知觉，像个灌满水的面口袋。林长安一只手死死勒住小磊的脖子，让他脸朝上，另一只手和双脚拼命划水，往水面上浮。这河水看着平缓，底下暗流却大得很，像有鬼手扯着人往深处拽。林长安咬碎了牙，爆发出一股蛮劲，双腿像打桩机一样猛蹬河底的淤泥，两个人头终于冒出了水面。他贪婪地吸了一口空气，肺管子像火烧一样疼，他顾不上喘匀气，拖着死猪一样的小磊奋力向岸边游去。岸上的小军带着哭腔大喊说上来了。那几个吓傻了的熊孩子这时候也回过魂来，七手八脚的过来帮忙，连拉带拽，总算把两个人拖上了满是鹅卵石的河滩。林长安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大口喘息，感觉胸腔都要炸了，但他不能歇，爬到小磊身边，伸手拍了拍这孩子的脸，喊他醒醒。没反应，这孩子双眼紧闭，肚子鼓得老大，显然是灌了一肚子水。最要命的是，林长安伸手一探，鼻息没了，连心跳都摸不着了。旁边的张狗蛋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喊杀人了，淹死人了。这一嗓子把周围本来就惊魂未定的孩子们彻底吓崩了，哭声一片。林长安吼了一嗓子让他们闭嘴，脑子飞快运转。这时候不远处的玉米地里钻出来几个听见动静的大人，领头的是个拿着锄头的老汉，是村里的治保委员老刘头。老刘头跑过来一看，问这不是老赵家的小子吗？这是淹死了。林长安说没死还有救，顾不上解释，迅速把小磊放平，解开他的衣领扣子，清理他嘴里的泥沙和水草。老刘头急了，扔下锄头就冲过来，说他这后生懂个啥，人都没气了，还在那下摆弄啥，让他赶紧过来搭把手，把他倒过来，扛着跑把水控出来，兴许还能活。这是农村最常见的土法子，叫牛背水，就是把溺水的人倒挂在牛背上或者人背上来回跑，利用颠簸把肚子里的水控出来。但这法子对这种心脏骤停的情况那就是催命，倒挂不仅控不出肺里的水，反而会压迫胸腔，让本来就微弱的心跳彻底停止，还会导致胃里的容物倒流，堵塞气管。林长安一把推开老刘头，说不行，不能倒过来，这是心脏停了，必须做心肺复苏，倒过来他就真死。老刘头被推了个趔趄，气得直跳脚，说他懂个屁，他是长辈，他吃的盐比他吃的米都多，让他听他的，赶紧背起来跑。周围围过来的几个村民也跟着起哄，让林老三别逞能了，赶紧按老刘叔说的办，再晚就真没救了。甚至有人已经上来要抢孩子。林长安像是一头护食的饿狼，猛地站起来，一身的煞气把众人都镇住，吼着谁敢动他一下，他弄死谁。他吼完再也没人敢上前。林长安重新跪在小磊身侧，双手交叠，按在孩子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双臂绷直，利用上半身的力量开始有节奏的向下按压。他一边按一边在心里默数，每一次按压都要用尽全力，让胸廓下陷几厘米。周围的村民看得目瞪口呆，窃窃私语。有人问这是干啥呢？这不就是在摁死人胸脯子吗？还有人说这能救人，别是把肋骨给摁断了。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叫。林长安充耳不闻，按压了30下。林长安停手，捏住小磊的鼻子，抬起他的下巴，深吸一口气，然后俯下身，嘴对嘴的贴了上去，人工呼吸。这一幕在这个保守的年代简直就是惊雷。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惊呼，几个大老娘们捂住了眼睛，又忍不住从指头缝里偷看。老刘头气得胡子乱颤，说这成何体统，光天化日之下，俩大老爷们这就亲上，说这是耍流氓，这是伤风败俗。还有人说林老三这是疯了吧，想女人想疯了，对个死孩子下嘴，说造孽老赵家这孩子死了还得受这份辱。污言秽语越来越难听，林长安根本顾不上，往小磊嘴里吹了2口气，看着孩子的胸廓微微起伏，又立刻开始第2轮按压。汗水
水顺着他的鼻尖往下滴，混着河水让他视线模糊。他在心里疯狂呐喊，让他快醒过来！这不仅仅是一条人命，这是他林长安翻身的关键，是他能不能在这个村里挺直腰杆，做人的筹码。一轮、2轮、3轮，时间1分1秒过去，小磊还是没动静，脸色依旧青紫。林长安的胳膊已经酸得快抬不起来，那种绝望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老刘头看不下去了，又要上来拉扯，说别折腾，人都硬了，让他给死人留点体面。林长安吼了一声滚，还在坚持，但声音已经有些嘶哑。就在这时，人群外突然挤进来一个人影，一声清脆却带着怒意的娇喝，压过了所有的嘈杂，让他们都闭上那张破嘴。何小小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他本来是路过，听见这边吵嚷才过来，看见浑身湿透正在拼命按压的林长安，再看看周围那些指指点点，甚至还在说风凉话的村民，他那股子书生气瞬间变成了火气。何小小张开双臂挡在林长安身后，像是一只护崽的小母鸡，那双平日里温柔的大眼睛此刻瞪得溜圆。他喊着问他们懂什么，那是急救是科学。他说他在书上看过，这叫心肺复苏，是专门救溺水和心脏停跳的。说他们谁再敢拦着，那就是杀人凶手。村民们被这个平时文文静静的支书闺女给镇住。老刘头愣了一下，问科学，这就是科学？科学就是亲嘴。何小小脸虽然红，但语气坚定，说那叫人工呼吸，是给肺里吹气。说林长安是在救命，他们不帮忙就算了，还要落井下石吗？有了何小小的撑腰，再加上科学这顶大帽子，村民们终于闭上了嘴，虽然眼神里还是充满了怀疑。林长安听见了身后的声音，心里一暖，原本快要耗尽的力气似乎又涌上来几分。他大吼一声，说最后一次，给他重重的按了下去。就在这时，一直毫无动静的小磊身子突然猛地抽搐了一下，紧接着一股浑浊的水伴随着胃里的脏东西猛地从他嘴里喷了出来，喷了正准备做人工呼吸的林长安一脸。但这股子酸臭味在林长安闻来却是这世上最香的味道。小磊剧烈的咳嗽起来，胸口像是拉风箱一样起伏，那张青紫的脸慢慢泛起了一丝血色。人群里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说活了真活了。所有的质疑、嘲笑、谩骂在这一瞬间戛然而止。老刘头张大了嘴巴，手里的烟袋锅子掉在地上都不知道，说神了真神了。刚才还说林长安耍流氓的那几个老娘们，此刻一个个目瞪口呆，看着林长安的眼神就像看着神仙下凡，说原来亲嘴真能救命。林长安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像是被抽干了力气，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他抹了一把脸上的呕吐物，看着已经哭出声来的小磊，咧嘴笑了一下，说这小子命真硬。何小小赶紧蹲下来，掏出手绢给林长安擦脸，眼圈红红的，问他没事吧？林长安说没事，就是有点脱力。看着近在咫尺的俏脸，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心情大好，说看他又当了一回英雄。何小小破涕为笑，狠狠白了他一眼，说都这时候了还贫嘴。这时候小军也扑了过来，抱着林长安的大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说就你太厉害了，他也要学亲嘴救人。林长安笑骂了一句，让他去，小屁孩学什么亲嘴。在众人的注视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此时的太阳正烈，照在他湿漉漉的身上，周围的村民们看着他，眼神彻底变了，不再是看二流子的鄙夷，不再是看笑话的戏谑，而是一种实打实的敬畏和佩服。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小山村里，能把死人救活，那就是大能耐，那就是神人。老刘头讪讪地捡起烟袋，语气变得格外客气，说林长安赶紧回家换身衣裳，别着凉了。村民们也跟着说他真是好样的，老林家这是烧高香了。听着这些马后炮的恭维，林长安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在青山村的天亮了，但他并没有急着走。他看着那个刚缓过来正一脸懵逼的小磊，弯下腰拍了拍这小子的脸蛋，说小子记住这张脸，他的命是他林叔给捡回来的，让他回去告诉他爹，说救他的人叫林长安，别记差。做完这一切，林长安才直起腰，冲何小小挥了挥手，说走了，回家吃饭。他推起倒在路边的破自行车，在那群熊孩子崇拜的目光中，在村民们复杂的注视下，一瘸一拐地往家的方向走去。背影虽然狼狈，但在这一刻却显得无比高大。林长安拖着2条灌了铅似的腿回到家时，日头已经偏西了。刚进院，周桂花吓得扔了鞋底子，就跑过来问三儿这是咋了，掉河里了。屋里林德贵和小妹也冲出来，林德贵脸色煞白，问是不是刘老蔫那个老王八犊子找人打他了。林长安一屁股坐磨盘上，喘粗气说没事，让爹娘别瞎咋呼，没人找麻烦，他是救人去了。一家3口面面相觑，林长安简单说了2句，略过了精准蹲守那段。周桂花双手合十拜天，说他的天爷那是从阎王爷手里抢来。林德贵看着儿子的眼神变了，自家这个混小子现在竟然有这本事了。与此同时，青山村大柳树下却是另一番光景。农村没秘密，林长安救人的事传回来，味却变了。刘老蔫蹲一边抽旱烟，乐得褶子都开了花。他说他就说这小子心术不正吧，正经人谁救人用嘴亲。就在这群人越说越离谱时，一声炸雷响起，让他们都给他闭上那张破嘴。刘老蔫吓得烟袋差点掉了。陈有田指着刘老蔫骂道，问他们闲聊，他看他们是在造谣。他说人家林长安那是大夫，才懂得急救法子，叫心肺复苏，是科学是本事。张大炮补刀说还有他刘老蔫早上诬陷人家投机倒把，现在又编排人家耍流氓。刘老蔫腿软连连作揖，陈有田一锤定音，让他们都给他听好，林长安是他们青山村的英雄，以后谁再乱嚼舌根子，扣工分扣口粮。人群一哄而散，林长安那耍流氓的帽子不仅摘了，还变成了一层金光闪闪的科学光环。林家小院里，林长安刚换好衣服灌姜汤，小妹林小月好奇问哥，他真用嘴亲那小孩了？林长安一口姜汤差点喷出来，让他去，那叫人工呼吸。就在这时，院外传来沉闷的轰鸣声，窗户纸都在震，紧接着是刺耳刹车声。林德贵吓一跳，问地震了。一家人跑出去，只见破败院门外停着一辆崭新的墨绿色解放牌大卡车，车身把村道堵得严实。车门一开，跳下一个穿着深蓝工作服的魁梧汉子，手里提着大网兜，夹着2条烟，大步流星闯进院子，问这是林长安同志家吗？陈有田和张大炮也气喘吁吁跑来，
说林大哥大喜事，这是县运输队的赵大队长特意来感谢他家长安的。运输队赵队长那可是县里实权大领导。林德贵腿都软了。林长安迎上去说：“赵大哥，他是林长安。”赵德彪一把抓住林长安的手，眼中泛着水光，说：“兄弟恩人啊，要不是他家独苗就交代了，他救了他就是救了他们老赵家的命。”说着就要鞠躬，被林长安拦住。赵德彪喊兄弟，让他把东西拿进来。副驾驶跳下一个小伙子，抱着大纸箱。赵德彪指着一桌子东西说：“2条大中华，2瓶茅台，1罐麦乳精，还有这台刚提的红灯牌收音机。”围观村民炸了锅，大中华茅台收音机这一套得多少钱？刘老年躲在后面，极度的直挠墙。林德贵吓傻了，说：“这里太重了，不能收。”赵德彪说：“大叔，他不收就是看不起他。”赵德彪问：“他儿子的命还不值这点东西？”林长安大大方方接过，让爹娘收下，招呼赵大哥进屋喝水。临进屋，赵德彪转头扫视村民，目光停在刘老年身上。他说：“各位乡亲，林长安是他救命恩人，也就是他兄弟，以后谁敢欺负他，就是跟他赵德彪过不去，他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全场鸦雀无声。刘老年灰溜溜跑了，这一嗓子比什么辟谣都管用。屋里酒过3巡，赵德彪压低声音说：“兄弟，他看他是个明白人，现在世道变了，光刨食吃不饱，他这运输队消息灵通，有些计划外物资，中间缝隙大着脸。”林长安心中一动来了。赵德彪说：“他要是想倒腾点山货进城，或者是弄点紧俏东西，尽管找他哥，他有的是路条，他给他开一张运输队的路条，那就是通行证，是财富的钥匙。”林长安端起酒杯敬他，2个酒杯碰在一起，这一声敲碎了贫穷，也敲开了首富之路的大门。送走赵德彪，天黑透了，一家人看着满桌礼物，久久无语。林德贵摸着收音机，手都在抖，说：“三儿他这辈子没这么直起腰杆，今儿个他为他骄傲。”林长安笑了，这才是哪到哪，有了赵德彪这条线，有了孙德柱这门亲，好日子还在后头。周桂花抹着眼泪说：“三儿真是出息了，他这辈子没想过能有这一天。”小妹林小月抱着那台红灯牌收音机，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拧开旋钮，屋里顿时传出清亮的歌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歌，脸上都洋溢着从未有过的笑容。